你看我这1块钱值不值100？如果不值100的话，我这一次可吃大亏了。我看你拿来可不是1块钱啊，这是一块平地入盒的冤大头，这东西哪来的？我先看看。你别问我这哪来的，程序员，绝对是真的。如果不是真的，我下次给俺朋友不愿意。我看你这年龄不大，你这说话一套一套嘞。我很肯定的告诉你，你这个冤大头不但不假，而且这还不是普通的年份，8年的左勾芒大头，在我们行内俗称为8爷。你这个评级入盒虽说只给了XF40分，属于严评。你看你这笔面很有特点，这前后两面这是属于100年将才褒奖。什么褒奖？我没看出来。我朋友说，那头上那一点是他用打火机燎的，我看着不像真人。你看着不像真人，是因为你年龄小。这种笔面褒奖是属于一眼大开门。我细看了一下，那朋友有可能对你撒谎了。头上这一点看着像火燎，但是它是属于沾了铁锈，应该是长时间这个银元与铁有接触，铁生锈之后产生了化学反应，没啥影响。反正我是看不顺眼，说好我替他写暑假作业，给我100块钱，没想到写完给我1块钱。这上面的面值确实是1元，这是100多年前的1元的面值，和现在的1块钱区别很大，可以肯定了比你说的100块钱超值，因为这一块8年冤大头它的材质是银的呀。我听说银子很便宜，好像1斤才几块钱，就这一点能值多少钱呀？这肯定没有1斤。别说1斤了，半两左右，26.8克而已。银子可不是几块钱1斤是几块钱1克。按重量算的话，26.8，你乘以7块多，这一个银元差不多银子钱都将近200块钱了。200就200，我的理想价值100，没想到这一下子超出2倍的预算，这一下子赚大了。你超出100的预算，何止是2倍我刚才给你按银子价钱算了，那是卖破烂的价钱。你这个冤大头现在可是100多年前的东西正儿八经的无机文物了，咱不能按破烂价钱去算我看你年龄也不大，但是接受事物的能力还是很强的。我告诉你冤大头只发行了4个年份，3、8、9、10年，而这4个年份当中8年的这个存世量是最少的。目前一块比常见的这个年份1比2，也就是说至少一块能卖2块普通大头的价钱。而你这个8年，刚才我也说了，就你这么好的品相只给了40分，这很明显是严评了，因为你这个8年的状态非常好。笔面这看上去是100年老将才，褒奖十分难得，而且它的字口包括背面的夹合完全没什么问题。那你依我看的话，市场价现在在3000左右。3000，叔叔，我向你确认一下，3000价钱是不是真的？是的。既然是真的话，那3000直接卖给你吧。市场价我可以帮你参考一下，但是你要留下来的话，我是绝对不能要的，因为你替别人写作业这个事儿，他不值当的提倡对吧？你又不是说干个啥好事儿，奖励一个几千块钱，完全没啥问题。再说这个银元也不是你的呀，这是我劳动所得挣来的我觉得也没什么呀。该不会这银元是假的吧？肯定不假，刚才我都给你鉴定过了，一眼开门，就是你挣了没啥问题，但是那朋友拿父母的他都有问题了。我建议你还是把银元给他还回去，以后别替他写作业了，因为3000块钱对于你这个年龄来说你毕竟你年龄还小，支出不了那么多的钱，你说是不是？对，还给他拿回去吧。好吧，我回去商量一下。谢谢你叔叔。没事。没想到我开个出租车，这一子也发财了。这大老卫生的，然后收出来2样宝贝，你看看这个值不值2万？你这个是咸丰重宝当50，保原局的大样。这如果是真的话，这制口状态漂亮极了，尤其是它这穿口，整个是未吃用的状态。2万块钱卖好了，还差不多吧？一听你说这话都懂行的。另一个宝贝更值钱。这个是真金。金条趁的在这里，一块看看。你这个是10两的大黄鱼，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，这俩东西应该是一个人的。这根本不用咋鉴定，这都是属于一路货色。我看你这地面有很多地方，你看这都氧化了。这大黄鱼如果是真的，买那个出租车应该是绰绰有余我那出租车便宜，1辆才10来万。
我都给自己规划好了。把这俩东西卖了，我先去买个套房子住。哦，像你们经常开出租车的，只要够勤劳，买房子应该是不在话下。这俩东西也不是你花多少钱买来，你没事留在身边玩一玩就行了。咱说句不好听的，你买房子指望着卖他们俩，这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？我没有小题大做啊。昨天我都把还款定金给人家交了。哦，今天我都专门一件事，都卖了。哦，这我没买房子，这没听错吧？你要编下他们去买房，看来你是对这俩东西寄予厚望啊！我劝你还是要以平常心对待，因为一套房款它不是仨瓜俩枣这么简单。定金无论多少钱，一旦付给人家，这后续钱款跟不上，那定金可打水漂了。这可能跟不上嘞。这个铜钱，不值钱就算了，我这62份金锭，光卖黄金都200多克的样子。你看黄金卖200多克也卖不了几个钱，基本上像这种大黄鱼啊，它的股东价值会更高一点。但是你拿来了这个大黄鱼明显不行啊！一般像这种贵重的东西，它是不可能拉你出租车上的呀。你看你这人都爱抬杠啊！这都给出租车下面找到了。你还别拐弯抹角了，你还能对我多少万吗？那你如果说这个大黄鱼对的话，那肯定是20多万的东西啊！我就冲你这个实物这个重量来说就掉底儿了。在民国那时候，一根大黄鱼它是有一定标准重量的，因为黄金这个东西本身它都不便宜，所以1克1厘啊都要称得很清楚。10两大黄鱼它的标准重量是315点几克，多个0点几少个0点几算正常。第一，重量不符；第二，大黄鱼的贵贱啊就是看它的字口类。你这个如果是真的话，就冲这上面这几个戳，它非常关键。字口越规整越贵，但是很明显，你这字体，你看一下，这字体都不对。这一看啊，这就是现代的电脑体。其实这个50两和你这个大样，它是一样的。定面包浆，你看都氧化褪色了，这就说明它不是黄金。而你这个当50的大样，皮壳不牢，你看上面有些地方，它有了包浆，你看包括它的铝锈，这都是做上去的。这个像我们经常玩这些东西啊，这一看这都是假的，2个大概也就几十块钱。几十块钱，你让我小大家吧。你知道现在这个北京的那个盛轩拍卖，给我报多少钱没？2个给我80万。2个给你80万很正常。现在网上像这种报高价的公司个人啊太多了，数不胜数。你说的什么盛轩拍卖，我连听都没听说过。应该是业绩鉴定公司一类的，2个80万，那一个就花到40万了，这价格也太疯狂了。这有啥疯狂的？这个铜钱不得给我2万，那么鉴定给我78万。同样是做生意，你们差距怎么那么大？人家说的真的，你却说的是假的。这个真假啊，公道自在人心。你记住一句话，到任何时候真的假不了，假了也真不了。能把假的说成真的，这叫事出反常必有妖。里面绝对有蹊跷，那只能说明啊，他是冲着您的钱来了，你收好您的钱袋子。真假也并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，建议你啊，你再找其他人给你看看去。看啥看呀？你也给我的价真低，影响我心情。影响你心情。北京吗？那好吧。